好，我们说下个月呢就是东协峰会了，但现在据说啦，美国讲拜登呢应该没空去。好，可是呢他又说，有机会他想去越南，但在此之前，王毅先来一趟。他这一次呢出访，他包括去了新加坡，然后之后要到马来西亚，再到柬埔寨。第一站新加坡就见了李显龙还有王群才，谈什么？谈两边的深化合作，说呢未来要继续来发挥积极的作用。好，特别是这个李显龙就直接讲了，他期待大国能够发挥引领作用，大家一起互利共赢，两边呢都希望能够承接下来这个中兴一直以来发展的优良传统。其实呢，这一回王毅在见李显龙的时候，他也讲了很多他心中的话啊，包括什么，蛮硬的。他说了，美国是不是单极霸权呢？强调美国基本上好像就是不愿意看到大陆这种新兴国家发展振兴。那一方呢还纵容支持台独，以美盟独，冲撞大陆的底线，甚至呢还胁迫他国搞针对大陆的单边保护主义，直接呛美国就是现在整个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中方呢现在感觉上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的温良恭俭让，有一些硬起来，像他们商务部现在就发行了第一次的美国旅行世贸规则报告。好，这里头呢他就特别强调了，他们说呢美国才是体制的破坏者，像是现在单边主义的霸凌啊，或者是政策的双重标准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扰乱者，讲的其实就是近期美国对于中国所出手的这一些经贸方面的制裁还有作为。而美国学者现在看美中关系，他就这样评论说呢，这个叫做荒谬的离婚。好，原因是因为美国虽然一直讲没有要跟中国经济脱钩，好，可是问题是有一些作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刻意的在保持距离。所以他强调，也知道选举年啦，但是美国政客必须要停止出于为自己政治论点服务的歪曲现实行为。美国白宫呢则是直接点名说，他们也想要跟中方有更多的对话跟沟通啊，可是困难重重啊。他讲说，双方都必须要负责任的、有效的来管理它啊。讲的其实呢，就是基本上他们很希望跟中国有更多的高官对话，但是这一些沟通管道，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中方的关系，所以不那么畅通。但是也有人讲，美方真的都没责任吗？毕竟你们讲话有的时候也是很戳人家，拿针刺人家。拜登不就讲了吗？说人家经济疲软是即时定时炸弹。好，新华社就直接讲了，你现在怎样把唱衰中国当成拯救你们的经济选项吗？中国的经济好或不好，跟你美国总统有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我们，还有关心我们的人口结构组成，是不是？华盛顿时报呢，他的社论则直接讲了，说呢，基本上如果出了问题就归咎中国大陆的话，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其实他们认为是当今美国政客在转移国内舆论的一个挡箭牌。而对此其实美国方面他们就讲了，真的只是这样吗？因为他们的美国的这个情报总监海恩斯呢，又再一次的发布了2023年的国家情报战略报告，里头又提到了中国，还有提到了俄罗斯。那华盛顿时报就讲啦，说这个报告呢有敦促要关注更多的中俄发展，应对他们日益增长的威胁。环球时报认为，这个就叫做再一次的渲染中俄威胁，好，一再的用这种中国威胁论来污蔑、来抹黑中国，是不是只是你们自己要维持霸权，在找借口呢？双方各自有各自的观点，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感觉不会有交集。但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杨老师，因为呢，其实就新加坡来说，他话讲得很明嘛。李显荣讲了，基本上他就是期待大国发挥引领作用。王毅这一次去，他大概也理解大家想说些什么。李显龙希望大国发挥引领作用啊，我觉得他其实是很深刻的感受，因为你光看这2天，在美国。当拜登跟他的支持者跟金主在募款的时候，他居然想说，那个踢他正在作响的定时炸弹，坏家伙会干坏事情，他就讲中国嘛。那为什么踢他变成一个定时炸弹？其实就是保罗·克鲁曼在《纽约时报》那篇文章，他说中国的经济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他说不会。
只会比日本更糟糕。为什么？拜登就用他的这个观念，因为这个劳动适龄人口在减少，经济在放缓，就这样子。拜托，全世界不都是如此吗？对不对？而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2/3的这个大陆的这个人口是高中以上的毕业，然后呢，所有的这些工程师每年毕业的比全世界加起来还要多。你在整个就是5G 300万个基地台里面，270万个在中国大陆，这不是比数字哦，这是一个新经济，这是一个智能经济，这样子的发展，美国人完全没看到。就这2天，然后呢，你看他的就是国家情报战略，其实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这个战略包括我们来解读，就俄罗斯哦已经被普丁给毁掉了，什么意思？其实是毁掉了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了。是。那美国现在的敌人呢，只剩下中国了，所以他在炒作这个中俄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在美国这个反中的氛围哈，已经不是单纯的挡箭牌，完全变成出气包，完全就是变成我们台湾有一个政党叫激进党，前天早上开记者会，他说要修法，把中国改为叫敌国。我觉得在美国似乎已经也有这种倾向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完全募款的时候可以这么讲，然后呢，报告也可以这么讲，证据只要有一个学者这个赞成，但是有多少美国学者提反对意见，连这边《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都受不了了。这个是最支持拜登的自由派的这个媒体，他都受不了了。你不要一天到晚拿这个中国是一个坏家伙来去遮掩你自己的问题。这个好熟哦。我们的台湾的民进党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其实讲句实在话，刚才提到赖清德要去美国，对不对？是。北京经常批评民进党叫做以美谋独。我其实真的觉得这句话还真的是可以用在民进党身上，因为也不需要否认嘛，你是在寻求台湾独立，你是一个台独工作者。你去美国的重要性远超过你到巴拉圭，然后你非常不满意美国给你这样的一个行程的安排，所以你在7月10号的时候还放话说，我希望能走入白宫，结果被美国一巴掌打下来。金融时报还说你在讲什么，听不懂，你的两岸关系我们有所质疑，所以他就一下变乖了。现在这个行程很简单，就照美国的安排，所以某种程度大国在管控他们的关系，相互，尤其是美国在把中国大陆这个挡箭牌的时候呢，那你在那边想要见缝插针哦，尤其菲律宾也是一样，然后呢，赖清德也是一样，想要见缝插针的说，我也在这边，然后呢，希望得到关注，引起这个就是说骚动，引起骚动的时候，问题是你把台湾的安全也赔进去，对不对？我们人民不允许，看起来华盛顿也不允许你在那边闹。是，来请教司令，你怎么样来看哈？原因是因为现在包括了从经济层面之外，其实更多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也是在一些战略层面一再的渲染。这个中方他们认为就是叫做渲染中国威胁，您怎么看？对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中国大陆当然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些经济战、金融战、贸易战、智慧财产。这科技战这一部分呢，也是这个如火如荼。但是我们可以看呢，中国大陆还是保有这些部分的局部的优势。第一个，中国大陆目前的通货膨胀低，它大概只有1.1%。那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很低耶，这样的话，它物价是很稳定的。你通货膨胀高，物价上涨，这个老百姓会受不了。通货膨胀才1.1%，跟台湾差不多，那比美国低很多。美国3.7耶，美国大概的通货膨胀率是中国大陆的3倍。你要这样来看，那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在通货膨胀在这个通货膨胀在这个状况下是相对的是比较稳定。第二个，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28.8%，那换句话说，中国是制造业强啊，制造业强表示它体质不错。我就是做制造业，我不是说金融服务业、衍生性的商品、保险拉保险这种只是一些金融的把戏而已。证券市场很活络，那只是把戏。它只是一个金融非衍生性的，不是很具体的经济上的成长的成果。那我们知道，中国在这一方面，制造业28.8%是经过长年累积出来的，它这方面的提升。第三个，中国大陆有市场优势，毕竟中国大陆14亿人口，14亿人口一消费出来，那大家也知道，这市场蛮大，大家都会吸引，
都往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大家一定往市场的大的地方去做生意嘛，赚钱啊，是这样。所以它这个具有市场优势的吸引力。那第四个，我认为就是说它的产品的价格啊，中国大陆的产品呢，具有价格的优势，还有它的普遍性。它卖的是家电，卖的是手机，卖的是电脑，好像都很管用的。卖的是比亚迪，卖的是汽车，大家都要用的。它有这方面的优势，它有4大优势。所以照为中国大陆现在目前的中央债也好，地方债也好，公司债也好，也蛮高的，大家都有，日本也高，美国也高，欧盟也高，大家这个国债都高。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还要保有这4个优势。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王毅到新加坡去。这个新加坡在那个中国大陆对西方的互动，中新加坡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新加坡虽然小，人口500多万，但是新加坡是这个国际这个外交舞台重要的大国，跟新加坡有邦交的国家，全世界193个，新加坡国家那么小，500多万人，720平方公里，但是问题是它的邦交国那么多，所以是中国大陆通往西方的，我认为新加坡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个，中国大陆跟新加坡的贸易有1150亿美元，去年相当大。那换句话说，新加坡是中国大陆最大的贸易往来国。那而且新加坡是对中国大陆是原则上是贸易逆差，因为它向中国大陆买得多，卖给中国大陆少，变成这个样子，变成中国大陆对新加坡来讲，你的市场需求对中国大陆的产品也非常畅旺，透过新加坡卖到世界各地，是这样。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新加坡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超过日本，那超过日本那么多那么大，但是被新加坡超越，所以我们看到新加坡这3个优势造成王毅每次你看不是王毅，包括香格里拉会谈什么的论坛对话都是在新加坡做举办的，所以你看新加坡是跟中国大陆之间是一个重要的桥梁，通往世界各国。是，来彬哥，我是觉得王毅现在就是也不要再跟你文绉绉了，我就直接把话都讲得很明白了，就是在告诉大家，美国为什么会处心积虑去对付中国大陆，就是因为美国不能够忍受中国大陆会追上它嘛。其实这是摆在眼前的一个事实嘛，也就是其实不要去讲什么人权啊、政治啊、什么谁专制或者是谁民主啊，都不是这些问题。其实很单纯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快要追上美国了，所以美国开始紧张了，美国要把它打趴下去。上一个被美国这样打趴的国家是谁？是美国的盟友、亲密战友日本，就是这样。美国才不管你谁是我盟友，谁是我什么东西，只要他对美国开始产生威胁了，他就是要把它打倒。所以美国现在在遂行就是这些战略。那王毅讲的没错哦，美国你看，美国平常满口都是自由航行，可是呢，中俄的舰队不过到阿拉斯加附近哦，还没有接近领海哦，在那附近逛一下，他就说这对我们这是挑衅行为，对我们严重威胁。那你自己平常不是也是到处在台湾海峡、在南海、在东海到处逛吗？那为什么你就不是呢？然后美国常常说谁做不公平贸易，我要制裁他干嘛的？可是美国向来只要对美国开始产生威胁、产生不利了，美国就是断然的直接自己就直接提高关税或者做其他相关的措施。美国从来没在管国际贸易规则的，他从来没管啊。然后如果你要去批评美国啊，你不守规矩，美国会做一件什么事，你知道？我直接退出给你看，我理都不理你，就是这么简单。美国是在全世界就干这种事，所以美国是个标准的恶霸。他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只是因为他很强，大家对他敢怒不敢言。那现在终于有一个挑战者出来，所以美国当然很紧张，要处心积虑把他打倒。所以未来中美之间的斗争，你会看到一个其实有点像小孩子，美国就年年发中国军力报告、中国什么人权报告，然后拼命发，然后天天指责中国大陆，说你这个不透明，那个不对。然后大陆现在有样学样啊，他现在也发美国人权报告啊，也是这些东西啊，我也每天指你美国哪些地方不对。那这是在玩什么？小孩子扮家家酒，基本上就是这样互相指责对方，没什么太大意义，但是就是彼此看对方不顺眼而已。但是我就觉得拜登的反应是很奇怪，拜登在那边 TikTok 哦，中国经济炸弹快爆了，中国经济炸弹快爆了，那你美国不是就惨了吗？你忘了中国是世界工厂，如果中国的经济毁了，全世界的经济都要完蛋了。你拜登到底脑筋清不清楚啊？想清楚一点再出来讲话。好，我们先听一下广告哈，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
好，我们讲哈，拜登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对付中国啊？除了说呢，这口语上头啊，这当然他现在在跑竞选行程嘛，每到一个州就要讲一下酸一下之外，基本上呢还是有一些具体的作为，包括讨论了2年，现在终于推出了中国禁令了。可这个投资限令问题好像比答案来多，什么意思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这里头具体的项目其实还不知道，实现的年限呢是2024年，同时他还在邀请所有的厂商，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不然你看看你怎么看，大家才会问，怎么问题比答案还要来得多呢？甚至经济学人直接这样讲了，他觉得你现在的这一些对中制裁啊，或是限制的禁令战略的话，有可能只会让供应链更加的混乱，更加的不透明，甚至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摆脱北京的影响，还有可能会让中方的成熟制程晶片厂间接受益原因是因为你已经叫这些美国人都不能用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原本的这个市场腾出来给谁？那当然就他们中国人自己接收喽。所以专家就讲你现在不但市场无感，你还要小心中方呢不断的在精进，有可能会报复，包括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加跟者，好，下一个月呢，现在有可能是无人机也有相关的禁令。再来，这个基金会的执行长就直接讲啦，稀土啦，这些呢都是制造电子产品电动车重要军工业非常重要的素材，或者它有可能矛头就指向其他的美国科技公司。像现在呢，在东京威力科创，他就直接讲了，说呢，你现在的制裁让中方现在已经开始狂扫成熟制成的设备，大家开始在做准备。同时呢，400家中方的半导体公司巨头，他们是要做什么？他们说务必要用中国的产品来取代美货。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把它变成一条属于我们的供应链，甚至还讲这是机遇大家以前美国人要跟我们分杯羹，现在美国人他们自己说不玩了，那是什么？是我们入场的机会。大好机会，大好时机，你看看商家讲的就是不一样。而现在呢，还有另一个也被说有可能是整个市场上面会转变的一个契机，这个呢就叫做登陆月球。好，外太空下俄罗斯发射了月球25号的探测器，是相隔47年再一次的展开无人探月任务。这里头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析这里面的土壤还有在月球南极附近来进行科研。好，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他们要在今年的时候完成第5次的太空行走。那现在呢 NASA 是有线上直播整个出勤任务的画面，印度现在也要开始进入月球轨道了，说呢他们23号也要登陆月球南极。你会问了，怎么这里也是南极这里也是南极到底为什么？好，科学家告诉你，因为属于月球的淘金热来了。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南极这边呢传出可能有一些陨石坑等等，这里头也许有水。那如果真的有水的话，水是人类生存的重要元素，也是氢跟氧的来源，所以呢，是不是之后在这里的发展性比较大？再来呢，则是氦气，以及呢最后罕见金属，这些很有可能都在月球这边可以找到，所以大家是上月球找机会。再来是什么？是南极这个地方，美印俄中大家都希望会在这里盖基地。 NASA 已经直接警告了，他们的局长讲说呢，美国人现在一定要力争成为第一个，要变成那个第一个登上月球南极的国家。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那边有水嘛，那如果说真的要上月球发展的话，他们就怕什么？他们这个讲法也是很生动他们说中国会把南极变成另一个南海。好，这个讲法就很清楚了，就是说呢，一定不能让他们先拿走。可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思考，中国外交部说了，大家是要做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为了整个人类好嘛？你们这个讲法不就是你们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只为了你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破坏外空的和平稳定吗？好，现在呢，俄罗斯的天文学家他们是这样讲的，月球竞赛到底为了什么呢？他们说即使呢在好几年前，中方积极的参加这个太空月球工作，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展现了。所以呢，现在相关国家大家都不想要落后中国，所以呢，第2轮的太空竞赛是已然开始。只是在第1轮的时候，这场竞赛只有2个竞争者，也就是美国还有俄罗斯。但现在加入中国，又看到了印度，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希望在月球竞赛当中也能够
先拿下一城。只是这到底谁胜谁赢？回过头要请教我们的副司令怎么样来看哈？因为现在呢，拜登他现在讨论了2年多，终于推出了一个中国的投资限令，但是大家好像不太看好。对，那如果是中国投资限令的话，那中国大陆很简单嘛，它就回到成轴制程。那很多人他到西方国家买这些成轴制程的这些设备、这些工作的母机，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些材料等等。那这样的话会对中国大陆在重建，因为成轴制程它的技术的水平并没有先进制程来的复杂，来的这个对这些装备的要求相对的严苛没有。所以它这样子的话，将来的话，它在这个大众的这个市场这一方面呢，它会可能会占有优势。它不要去尖端制程、先进制程，它不要，就走成轴制程，专门走一个就可以了，不要样样都精通。你样样都精通，贝多利分力量分散，没有办法形成重点。那你这样的话，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的成果会相对的有限。那专攻一项，那这样的话会造成一个经济这个相对利益法则经济的效应就来了。因为我们看这个登月，在7月，在上个月14号的时候，这个印度就已经发射这个太空船，它的登月，这个月球3号登月艇呢就已经发射了。但是问题呢，印度比较稳扎稳打，它是先在地球轨道绕一绕之后才到月球轨道，现在已经到达了月球轨道。俄罗斯不是，俄罗斯在远东发射场也就是在莫斯科东方的5500公里的发射了这个登月的这个火箭直接1个小时到达地球轨道就脱离了，直接奔向月球轨道，马上进入到月球轨道。所以俄罗斯变成后发先至，它登月25号，它这个后发先至，印度先发射，但是印度问题，它现在刚刚才进入月球轨道，它直接那个俄罗斯进入地球轨道立刻脱离，1个小时就脱离了，立刻往月球轨道进入，然后直接到月球的南极，月球上科学家初步判断，月球上面有4000万吨的水冰，大家因为月球温度低了，都是结冰，然后大概就是在南极。那在南极的状况下，在南极的地方不好登陆，因为它是陨石坑，都是陨石坑，你怎么去着陆？你在着陆状况下是有些风险的，但是问题是那个地方是最适合开发的，因为一定要有水，所以大家都抢先。那我认为这一次的包含印度、包含俄罗斯是后发先至，因为俄罗斯毕竟它在太空的科技上面是超过印度的，所以它后发先至，后发射，整整慢了27天，它才发射。在印度发射之后27天，俄罗斯才发射，但俄罗斯提早到达，提早2天到达，变成这样子。换句话说，我们看原来大家都要抢占的月球南极，中国大陆要在这个2030年要派人。是载人的太空船去登陆到月球去，或者将来月球变成抢占战略高地，将来可能大家会在月球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探勘去挖这些月球的资源的这些基地，以后变成在月球上变成大家争霸了，太空争霸的一个焦点可能就在月球上面。所以我要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看世界各国，我认为回想到我们台湾在太空科技上面我认为有时候可以快马加鞭。我们最起码要有个人造卫星，我们到现在人造卫星都还没有。华为跟那个福尔摩沙那个解析度非常差，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到这些太空科技大国，我们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生根。是，来请教杨老师。我觉得这一次美国对于中国大陆，不管是只有在3个层面了哈，也就是 AI、半导体跟量子运算的投资予以限制，而且是明年才开始。似乎看起来这个争执了将近2年，华盛顿跟华尔街之间的这样一个拔河看起来好像只不过是这个刀慢慢的斩下来，而且是比较这个外科手术式的针对这3个领域。可是不能这样理解，我觉得这是遏制中国的2.0了，因为过去针对商品、科技、人力做制裁、做管制，现在进入到投资。而这个投资其实非常重要，投资尤其是对新创产业领域的投资，其实是来自于国际外资对于中国大陆很重要的一项。那它这个限制也不是只有限制美国，因为它一定会有寒蝉效应，2种寒蝉效应，它会扩大到其他领域去。现在在中国的7万家的美国的企业，你如果要自己扩大，
你的内部的投资或者提升你的技术，购买机器。你看了拜登政府这么做，你会敢做下去吗？不管你是不是做科技类，还有呢，其他国家他的这些盟国，从日本、韩国到欧洲，甚至我们台湾，你会加大对中国大陆投资吗？你看美国已经对投资采取限制了，过去技术的限制，你在技术这面你就保留了，你现在投资来，所以这个绝对是遏制中国2.0。所以你看到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他们写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是针对，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会更加的恶化然后他们现在找理由说是因为预计中国一定会打台湾，所以呢我们就先做好这个准备，这根本是个理由，不要拿台湾当借口那我觉得就是遏制中国的这个2.0。那在月球这个层面，其实就是要抢占太空基地、月球基地，然后呢太空经济。你为什么到太空去？除了军事科技之外，你就是经济跟战略层面嘛。那这个水兵在月球的北极、南极，因为它永远照不到太阳，所以呢，如果能够开发，但这个局长NASA 这个局长他其实也相当的这个反中大将是这个现在是印度去，然后呢这个俄罗斯去，但他指责的是中国。对，然后说那边就像中国占领南海一样。是我刚刚讲，中国在南海只有7个岛，越南是29个，然后呢，菲律宾是10个。你这样子一个指责，其实真的只是合乎媒体的反中上的这种效应而已。是，请教彬哥怎么样来看？我觉得就是拜登这一次出台这个所谓的限制投资的这个限制令，我觉得讲的跟没讲差不多。因为你没有压日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决定，然后你到底就是细项什么范围，其实很多东西还可以再谈，那是留下非常多模糊的空间。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有点在应付他们的共和党，也就是在跟共和党讲说，我确实有对中国大陆提出这样的一个限制令我是反中的所以你们不要再逼我了但是实际上，他又给厂商开了一扇窗。反正明年才要开始实施嘛，就慢慢来。那中间还有很多谈的机会，所以我认为其实最近几件事情可以看出来，拜登政府并不想跟中国大陆就是一路走到黑，他还是想要双方有一个缓冲的余地，慢慢稍微降温一下中美之间彼此的冲突。但是降温不是停止，它还是会持续冲突，只是不要冲突到会接近到战争边缘。对美国来讲，这对他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大概就会看到中美关系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打摆子但是问题是，美国现在的这样子制裁，会不会到最后反而促成了中国的成长？这个是很多人在担心的。因为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其实是一个长期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的一个地区，所以逼得他很多东西都必须要自己去做。所以搞到现在，它是全世界在重工业、军工产业几乎非常完备。全世界很少像中国大陆这么完备，从头到尾全部都有。为什么？那是被逼的，因为他不自己全部做的话，就没人要给他，所以他被逼的只好自己做。那过去在这一块，就是这些先进制程的这个半导体这一块，它主要是依赖西方的技术、西方的这个光刻机这些东西。那也因为这样子，变成他自己国内生产的遭受到打压。其实他们国内本来也有在生产光刻机，只是技术相对看起来没有西方那么好，然后呢，可能耐用度没那么高，精度没那么高，所以过去连中国大陆自己的厂商都不是很爱用。现在西方的光刻机被禁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些厂商很高兴我终于你不买我也没别的可以买，你终于要买我的东西了。所以你这样子让他有资金会灌注到他这边之后，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也就是他相关的技术会越来越成熟。到时候相关技术越来越成熟了，抱歉，你西方就算想卖给他，他可能都不想买，因为他自己会做。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反而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个对中国来讲是好是坏，其实还要看未来中国自己到底能不能发展得出来。那但是登月这个东西就不用讲，这是全世界只要有实力的国家一定会去做的。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科技这么发达，它的科学这么强盛，然后能够载至地球，为什么？其实就是靠了当初的太空竞赛。当初他跟前苏联的太空竞赛，你要知道当年 NASA 拿到的预算多可怕。当年在1960年代的时候 ，NASA 的预算几乎是美国总预算的1/10
非常惊人的预算。那美国这次准备重返太空竞赛，的确哦，当然赖清德副总统过境美国的规格也牵涉到中美关系嘛。那么中美的对抗在东南亚地区最近更是动作频频，被说是在抢盟友啊，这个动作实在是非常的白热化。王毅在回国接了外交部长之后呢，他现在去新加坡会晤了李显龙，昨天呢公开两个人的对话来对外表示哦，当王毅说美国出于维持单极的霸权的需要，不想要看到中国这些其他新兴国家发展啊，一方面要冲撞中国红线，一方面要胁迫其他国家搞针对中国的单边保护主义。他形容是倒行逆施，向世界证明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那当然，这个在李显龙的部分直接回应啊，当今世界不太平啊，期待大国可以发挥引领作用，寻求互利共赢，不是只有单方面谁赢而已，应该大家一起好，一起赢，不是吗？那同时他也去访问了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现在正在进行6周的选举，其实这个首相啊安华是很忙的，到处要去帮候选人站台，但是仍然协调出找了时间，王毅是配合了他的辅选行程去再跟他见面，看了安华的时候呢，在槟城看守所这个官友亲自到槟城国际机场去接机之外，外长也跟他合照，还意犹未尽说，有机会再来一遍。那马来西亚这个选举很忙嘛，所以王毅配合跟安华在槟城见了面，他甚至公开的表示啊，王毅对我来说，我是他的好朋友，而他想要支持我的马来西亚。王毅的到来代表了要提高中国跟马来西亚投资和贸易往来，所以王毅也邀请安华大选之后下个月要出席南宁的东协博览会。那么所以呢，再看看越南好了，这些国家里面几乎都有各自在做这个周边中美拉帮结派嘛。越南外交磋商当中，越方承诺不跟台湾有官方接触啊。拜登也才刚刚透露啊，他最近近期访问了越南。那么美国宣布进口越南的椰子到美国去，专家在分析越南邀请拜登访问的动机很明确，越南希望中国能够帮他建河内到胡志明市的铁路，这个铁路对于基础建设很重要。但是越南提出来的价格中国认为太低了，不同意，所以越南同时也打美国牌吗？这个美国牌就是要让中国可以妥协来接单的概念吗？这不是也是多赢的两手策略呢？拜登在这个分析里头被认为是不是反而成了被利用的棋子？而中菲呢？菲律宾这个关系对美国跟中国一向都是还蛮多变的，那最近反而被形容是关系恶化了因为美方向菲律宾表达对于马尼拉湾填海造地计划强烈的忧虑，他施压要求关注中国交通建设公司在其中参与的程度。所以菲律宾的《每日询问报》特别报道，菲律宾政府计划就在南海这里部署海军预备役的军人来对抗中国的海警舰队，甚至美国驻华使馆的相关的讯息里面还贴文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根本上改变了东南亚、印度洋整个区域的态势，就是由美国人来掌握吗？这些本来跟中国相对走得近、友好，不管基础建设的合作等等，现在美国正在介入，甚至扭转当中吗？那当然，陆客对于两岸交流这件事情来讲，台湾的旅行业者一直引颈期盼。那最近对于政策一直迟迟不开放，也相当的失望。但是呢，美国也一样啊，美国一周迎来了9.5万陆客，那泰国是主动减半签证的审理程序跟时间，帮助更多的陆客可以到泰国去旅游。那么因为陆客的数量很可观，消费力惊人嘛，有经济利益啊，所以泰国简化之后呢，折半成7天工作天，让快一点去那旅游局美国也一样啊，美国旅游局的 CEO 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最大的游客来源是谁？中国。那么今年预计来自加拿大跟印度的主要市场的游客人数增加了，但是都还不够补得上陆客大规模的缺口所以美国呢一边给予制裁啦、限制啦、拉其他的友邦冲康但是同时也在增加跟中国的往返航班。目前呢，从每周12班增加到了24班。目前飞往美国的中国客运的航班数量是每周
22。交通部9月1号开始允计增加是18班，10月29号开始会增加到24班，逐步在增加当中。当然，中国政府也同样的对等，你增加，我们也增加，会有同样数量的这样班机恢复哦。委员怎么看中美的关系好不好？当然影响台湾之外，东南亚国家也在选边斟酌对自己国家最大的利益。中美的关系当然是不好，那不好中呢也在波涛汹涌、起起伏伏。是什么样的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而已。但是双方面也在控管的可能一些不必要的冲突，要尽量的减少。至于东南亚，当然是中美之间争论的一个竞逐的焦点跟领域啊。美国当然想办法说，哎，拉了印度以后，接下来能不能拉印尼？印尼拉不动，那我就拉越南，越南拉不动，那菲律宾本来就它的殖民地就很好拉嘛。何况小马可是在美国有那么多财产被冻结，那你要解冻的时候，不是要听我美国的话吗？所以美国对小马可是当然有一些影响力，但是菲律宾搞一些东西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他说本来说要给中国企业的填海工程现在有国家安全顾虑，那听美国人话不给中企的，中国企业不差这一点生意对，第二个，你菲律宾也找不到替代品，为什么？因为亚洲找得到这种填海工程的机具只有中国有，人力只有中国有。那除非你找日本那个贵的不得了了，那也不是你菲律宾能够付的，那你自己想办法。美国会不会给你补助吗？也不会。所以自作自受。至于安华，今天刚好现在正在投票的时间，应该投票也结束了因为安华这次竞选被他的反对党攻击他是亲中派但是又不像印尼可以拿到很多东西，所以就特别拜托王毅走一趟。那王毅到了以后呢，马来西亚3200万人口里面有将近30%的华裔选民的选票，执政党可以多拿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来讲，马来西亚有11个州，3个直辖区，11个州中有6个州在选举，这是比较特殊的选举制度。那对于执政党来讲很重要，所以麻烦王毅走一趟有点站台的味道啦，有点站台加持的味道。王毅那么忙也值得去了光去马来西亚也不太对嘛，总该前面找一个新加坡，后面找一个在柬埔寨以免别人说你专程来助选呢，那也不好。那安华所要的这些高铁投资项目中国应该会给至于越南的高铁它最早是拒绝中国的，然后去跟日本搞了老半天，已经搞了快10年了，弄不出来，现在转向到中国，那个转换的成本当然会比较高了那这个两方面谈，我想不至于是因为高铁问题去投靠美国，因为经济状况真的不好。那对于中国来讲，也在看的时候，你越南搞出什么花样来？那拜登特别缩短了参加印尼举办的东盟峰会他本来专程是要到印度参加集团体的峰会啦，然后顺便到东盟峰会，现在又要减少东盟峰会的时间，要在越南多跑一趟，他老先生也辛苦了但是这种沾酱油效果有多少不太确定。大陆上的这个所谓的国际游客出国旅游的项目它不只是人数多，而且购买力强。就以日本的统计来讲的话，一个大陆客的消费大概是台湾客的2倍，韩国客的3倍。那如果在美国的话，这个金额会更大。所以对很多国家来讲呢，大陆客就是一个外汇很强大的收入，就是一个出口产业。简单讲，就是一个出口产业。那美国人大概不会把这一块看在眼里面因为家大业大嘛所以讲归讲恢复归恢复，那中国就是摆着吧，也不急双方面这还是我们用闽南语讲塞牛就港，这2条犀牛，你看我，我看你那谁不往前冲，谁不打架，但是属于一种对峙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要谈的就是说，中美到底也会竞争到什么时候？凭良心讲，我们这一辈子里面大概都会看得到中美随时僵持在那边。王毅讲对了啦这个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那个等要拿掉，他只不想看到中国的发展那因为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全面性的发展，不只是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更稳固，而且是属于美国人所不喜欢的政治制度，再加上军事力量一直在扩张当中。那美国想说，本来西太平洋是我划水也跟党，我含水会结冻的这样的地区，现在我含水水都不理我，
那所以对他来讲有很高的这种霸权的挫折感，这种霸权的挫折感哦，反映在拜登啊或者美国所有政客的行为就是反中行为啊。那这一场这个对峙的局面只好互相拉盟友啦。中国当然会跟俄罗斯结盟啊，那这个美国就拉日本啊、澳大利亚结盟啊。但是鹿死谁手，逐鹿中原做不成就逐鹿西太平洋。张军的确，美国介入的程度是还蛮深的。例如，他可以公开的贴文说，他根本上要改变东南亚、印度洋整个的态势，美国要拿回来啊，不是只是中国“一带一路”一直造成的影响。对他这个对“一带一路”非常忌惮的，因为“一带一路”一旦成功的话，中东、非洲、欧洲都跟中国大陆海上贸易就连接起来，加上陆上，它等于欧亚板块，它就最大的商贸的这个国家了嘛。是，那它要阻断它的这个海上的“一带一路”，除了新加坡那边有一个钻塔海峡那边有个卡子嘛，另外印度洋还有印度可以就近介入嘛。那前面他还嫌不够，因为印度的力量很少嘛。新加坡的态度也有一点暧昧，不选边站，跟中国大陆也很好，所以他现在就想搞什么呢？搞越南。如果各位观众把越南地图打开一看，它是沿着海边很长的一个国家，狭长的国家。那么它跟对面就是菲律宾。那这边如果金兰湾美国能够恢复驻军，或者芽庄那边也是，以前美国投资很多钱盖了个军事基地，这边呢跟吕宋岛的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跟它的海上的这个基地。这个连起来就等于在往中国大陆要往南海走的加了一把大锁嘛。那中国大陆要破解这个锁呢，它也有路上的“一带一路”来破。它从昆明拉铁路线，经过这个泰国、辽国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直达。直达。那他现在正在努力。你像最近为什么安华选前他要来一趟？因为马来西亚已经跟他谈好，将来要做高速铁路嘛。那北边的泰国还在谈价钱嘛，这个出的价钱太低，没办法做。但是呢，有意愿做。那马来西亚也有意愿做。你不信，安华看完他马上要去到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把他的高铁有意向要包给日本，那这个就变成两个公司不一样的铁轨，可能都不一样了。所以王毅去了马来西亚，接着去新加坡，也是想贯穿路上的“一带一路”，这也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规划。你看啊，中国大陆做事眼光蛮远大的。你看最北边的西伯利亚铁路也接轨了嘛，中乌铁路也开通了嘛。那下面这个从中南半岛贯穿的一个大贯穿，从昆明一直贯穿到新加坡，那这样子所有的路上的铁路经过的国家商贸活动就起来了嘛。所以你看美国给越南的那个承诺也是太扯了吧。我让你进口椰子，我在台北有的时候看买椰子10块钱一颗的椰子也有啊。你扣上船费、水费，你运费都划不来嘛。所以美国现在啊，开空头支票很多，兑现能力很差。这给人家国家1.5亿几十个国家分，人家会把你看这回事嘛？是对不对？同样的，你给越南有多少 promise？ 虽然它唯一的一点可以切入，是因为越南跟美国的贸易很多，顺差也很多，是，所以越南政治体制上跟中国大陆是一致的，都是共产党。但是经济贸易上呢，它跟美国还有选边站的这个可能，所以美国现在对越南下很多功夫啊。林老师。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这个基建的狂魔啊，真的是大概你没有办法跟他竞争，因为他越做越熟，越做越便宜啊，也不是说便宜，我的意思越来越有效率啊，就是说他国内做完了就往外跑。那你想想看，像我自己做非洲研究，他在非洲啊，先是最开头是帮忙做一些很简单的公路啊等等，然后越做越多。还有一个非洲人最爱的是足球场。他在非洲搞了50-60个座足球场，就是非洲国家说，我今年我要举办非洲杯，马上就跟大陆要一个足球场或者2个。好，那这种情况就他越做越熟，而且越来越改进过去不好的哪些地方可能有缺点，他就会越做越熟。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美国人你最主张的资本主义啊，然后我们讲说叫做这个经济规模。
它的规模越做越，就是这个就是规模嘛，就是你规模大了，你就是有效率，所以这个东西越来越难竞争啊。就是别的国家，你美国怎么样看不顺眼，还是没有办法。那你说像这个马尼拉也想填海造陆，对不对？那同样的。那中国大陆在南海这个技术大概是最熟的了啊，碰到了南海的水流什么东西大概也最清楚，所以它一定能够帮你达成你的目标。过去在非洲，法国跟美国竞争基础工程的这个标案，竞争不过中国，为什么？不仅就是说标案的价格啊，就是差距一段，中国的工程师可以跟工人一起住公寮过去，那法国要住5星级旅馆。那就是这个价格就差很多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阻止。那东南亚其实真的是需要基础建设，所以你现在看这些高铁通到中南半岛，一路通到新加坡，然后包括这一带一路这些港口的建设，在这个南亚的巴基斯坦，这些大概都是有助于这些国家本身的一些发展，而且更重要啊，就是你看，包括安华讲的一些话，就是非洲以前的经验就很简单。他说：“我跟中国建交或者有好关系的时候，他帮我马上就是 deliver， 就是能够交出我可以跟选民交代说，哎，你看我跟他来往，马上就有一个东西可以交出来。我们不是，我们一个建设还要剪彩几次啊，都还没有完成啊。他们就是真的交，那他竞选连任就很容易嘛。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跟中国来往的原因。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觉得美国你自己啊。”美国人自己也在检讨嘛，说，哎，为什么北京一个天桥可以拆掉，第2天就把它弄好，然后波士顿为了一个桥搞了20年都没弄好，这就是你的效率，因为你越做越多。我觉得这个是美国要认清，那你美国还是在有些地方有优势啊，你的创新的精神啊，你的研发啊，然后你的在很多的科技方面，你应该去追逐你的优势。而不是还想停留在一直要跟中国竞争，你已经没有优势的地方了。所以美方在抗中的很多做法里头，包括了国内一样投资啦、对科技啦各种的围堵，那被形容为什么会被形容是边打人边喊，还要继续谈、继续沟通？那就是因为美方还是白宫这里不断的透出讯息，说希望跟中国建立沟通管道、建立关系啊。但是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 Kobe 就说了，双方都需要负责任的管理关系。现在需要改善沟通啊，但是同时拜登下令继续这新的行政命令签署下来，对于大陆的投资呢，这个越来越多项目，而且涵盖很多个项目，尤其是科技业、AI 啊相关。CNBC 的报道就认为说，这是在为台海冲突做准备吗？而美国投资人的看法认为，担心北京可能的报复措施。或者是中国不再采购美国相关科技的产品的时候，反而让中国对新限令的市场无感，美国却很担心。这个企业家是担心中国报复之后会对市场所造成的冲击，而拜登在讨论2年终于推出来对中国投资限令这个行政命令被形容经济学家说是问题比答案还多。预期这个计划为投资的小院子树立了高墙，而这个墙呢，初步看起来好像院子很小可是墙的高度很模糊。这听起来对于我们这个中华人的看法是这样，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起来企业家也不用太担心，很模糊啦有机会就可以爬墙过去的概念嘛？不知道，因为企业界实在是非常忧心，才会冲到白宫去表达抗议的意见嘛所以当美国学者评论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奇他形容的很有意思，他说是一种荒谬的离婚，难道要这样脱钩离婚吗？美国的经济跟中国完全脱钩只会遭受损失，美国政客必须停止出于为了自己的政治论点服务而歪曲现实的行为，这个就经济的角度来看会认为太不划算了而大陆首次发布了美国履行世贸规则的报告，检验一下，因为通常都是美方给这个中国发报告，认为他有哪些做不到。这次是大陆倒过来发布对美国履行世界规则，不是说要遵守吗？那你有没有遵守呢？包括指控你是什么呢？包括了多边贸易体制破坏者。
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实施者，还有产业政策双重标准的操纵者，甚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扰乱者，的确是把全球化走回头路，正在把市场多极变成单极这样子的这个行动当中。所以呢，当然在很多媒体的报道啊，尤其是美国媒体的风向里面都批评哦，的确在经济指标数字上，中国大陆最近以来，包括 GDP 啦、CPI 啊相关的指数，的确相对的没有那么乐观，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动荡非常的大。前阵打房之后，现在稍微手软松一点了哦，要不然的话，影响真的非常的巨大。其中恒大去年的净亏损高达很惊人，527.2亿人民币，总负债是多少？1.83兆一个恒大企业哦，所以总资产的1.47兆元都已经还不够抵债了哦，更何况碧桂园等等其他的这些都一样，上半年的亏损已经到了450到550亿的人民币，据传已经在筹备债务重整，这都是非常惊人的亏损，这是跟连续以来打房啦，还有房地产的政策，甚至银行的倒闭、次贷政策都有关系，所以大陆的官媒《经济日报》就呼吁商业银行啊，必须要有所作为，调降房贷利率，用短期的痛苦来换长远的有利，让房市啦还有贷款这个市场重新稳定下来。那拜登怎么说呢？拜登说中国是定时炸弹。新华社就立刻回应啊，这个是唱衰中国只会在事实面对反复的去碰撞弄啪的意思啊。新华社回应，惠誉上周下调了美国的信评的级数，代表美国的经济还有未来的展望也不多么乐观啊。那么结果现在出了问题，就归咎成为中国的问题吗？那么他说是美国政客转移国内舆论的视线最常用的挡箭牌，唱衰中国。所以当看看中国方面的做法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0月就要访华，他希望“一带一路”高峰会面谈普京哦，那接下来希望有更多的合作之外，塞尔维亚武契奇他公开的说，希望普京到来的时候，对于中国进行重要的访问，也在预料之中，代表有更多的合作事项要跟中国啦、跟俄罗斯来进行。其中，中资钢铁企业跻身塞尔维亚最大出口的企业名列前茅，它的出口排名前3名都是中资公司，当然跟中国走得很近，对于国内的政绩啦、经济的发展非常的密切。那么未来要面临的选择金砖或者是欧盟，这是他们的选择。而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就说了哦，我们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藏量，先进的基础设施，会成为金砖国家机制的能源枢纽，有将近20个国家都排队等着要参加金砖呐。伊朗外长也是这样说啊，哦，这等于是在中国金砖这个世界里成为另外一个经济体系，另外的联盟，当然也对美国产生了压力。委员。AI 量子运算或者先进半导体的制造设备，在中国目前还不是很大的行业，正在崛起当中，未来是一个获利很高的行业。然后美国总统拜登说，叫美国的投资机构不可以投资这些公司。那奇怪了，好，中国缺钱吗？不缺钱啊，不缺你这个资金啊，那不缺这个资金你就没有赚钱的机会啊。就像如果中国早年禁止那个巴菲特投资这个比亚迪的话，巴菲特就少赚了好几百亿啊。所以赚钱的机会要分享给你，你自己关起门来。那难怪那个耶鲁大学经济学，他事实上也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 Stephen Roach， 他都讲是我赔钱的，因为我没有投资的机会。所以美国的政客可能搞不清楚哦，但是美国的媒体像 CNBC 这么大的公司哦。他不只是 EQ 有问题哦，我觉得他 IQ 都有问题。怎么说呢？他说拜登不准这些美国企业投资中国大陆是因为要为台海冲突做准备。我怎么想逻辑上都连不起来啊！哈，你投资那些东西，中国就会受影响吗？毫不影响哦。所以对于这个美国不断的在自我设限，损失的是谁还不一定。拜登说，哇，这个中国的经济是个定时炸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5.5啊，美国大概1.5啊，就想举个例子，这个帅将军一个月赚55000块，我一个月只赚15000块，我说哎呀，那个帅将军赚的好少哦，他的经济越来越差，是这种道理啊。这个拜登怎么这个讲的出这种话是我想是不是美国自己面对事实上的困难大陆上的房地产动荡是已经到尾声了，因为大陆有44家还是46家左右的
这些有发行大型债券的这些房地产机构，是那已经有只剩下2家没有出问题，其他都出问题，一家叫宝龙，一家叫中骏那碧桂园是最近才发生问题的，但是碧桂园不像恒大，因为恒大运气真的不好，它债务出问题的时候，刚好是新冠疫情正在肆虐的时候，它求救无门。那碧桂园呢状况好很多了，因为现在百业复苏嘛，南京、郑州的房地产都开始往上走了，所以它的债务重整上应该效果会很好。那我要呼吁大陆的官方跟企业要注意到国际信用，人民币要走国际化，就是中国的国债或者中国的企业债券在海外发行的时候要维持很好的国际信用。现在碧桂园的海外债券已经停止付息付本了，这个也想办法优先。但是现在大陆上的银行采取相反的措施，说借钱给他还债是先还本地债，不后还国际债，这个做法要改善大陆房地产利率是一定要降，因为真的太高了。哪有说房屋贷款5点多，然后这个银行存款在1点多，这个差距太大，银行太好赚了，这个不可以这样子所以难怪老百姓要把存款提出来去还房屋贷款，这不是办法，对经济伤害。所以赶快把房贷利率，应该不是房贷利率，所有的利率水准全部要往下降，这是目前中国大陆该做的，不只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是为了让这个金融机构能够健全化。更活络起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中美的对抗呢，一直在经济啦、军事啊各种的层面来进行，但是实际上想要建立沟通管道又谈何容易所以呢，这个美方继续祭出各种制裁，中方的因应。这个制裁，那位教授讲的很贴切他用这个很糟糕的离婚。台湾对离婚的这个恐惧性不如美国。我在美国碰到过那个在 homeless 就是这个无业游民，还有在那个小餐厅里面弹吉他的，问他的出身背景，都银行当过协理乡里。我说你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他老弟你离过30婚，就是我这个样子原来是财产离一次财产一半，再离一次又一半。他说第3次离完婚，我就是无业游民。原来如此。所以这个教授用这个离婚来形容，幽默，很贴切，因为美国人听起来很恐怖是，对不对？第二个，你想这个经贸制裁，其实拜登也在玩一个假的手法。你像美光啦这几个组了游说团、lobby 团去抗议嘛，你这样搞，我在中国没有钱赚嘛，所以拜登会什么延期啦，又延期啦，还有什么特定的小院高墙啦，针对军事科技啦，其实前面关大门，后面开后门嘛，窗子也打开了嘛，因为什么？你每次制裁的结果就是自己受伤嘛。你看俄乌战争一开始制裁，俄国也没被你制垮。全世界被美国制裁的国家都没垮，古巴有没有垮？北韩垮了没有？委内瑞拉垮了没有？伊朗垮了没有？俄罗斯垮了没有？你对付这些还是小国家嘞，你对付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的国家，而且它是制造业它不是卖空的玩意买空被车穿了就垮了嘛，是搞金融圈子的信誉一垮就垮了嘛。这个有食品在，不卖你家卖别家嘛。所以这个东西要斗起来我们不要讲得很，我们蔡教授懂很多这个金融规则，我是不懂，我只晓得有东西就比那个没空口说白话的，那个抗压性强嘛，对不对？你压他的晶片，他自己慢慢做了，等他做出来的时候，你吃不消了，是对不对？他一反弹，你知道皮球压得越重，反弹力量越大嘛。所以中美对抗，你对这个有潜力的国家去压，你压看嘛。很糟糕的离婚，经济学家形容的会产生什么后坐力跟效果？财产分走多少？不知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真的，我。欢迎回来，我们在讨论中美对抗在经济措施上面当然经济学家有很多分析，全球化被对抗之下，现在越切割供应链越短那甚至引起了市场非常不均衡的状态，而且动作还没有停。我觉得美国一方面你看他又很担心中国大陆会追上他，
可是拜登又说中国是个定时炸弹，不是对这个应该很趁美国的心意啊，他爆了你就永远追不上了嘛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经济成长，刚刚蔡委员讲的，你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差不多，中国大陆永远追不上，对不对？因为我本来的底就比你高嘛，那我就一路成长，你就一路追都追不上。我在美国的时候，1980年代末期啊，那时候台湾经济成长很快，韩国也很快。那个时候的预测是什么？按照当时美国的经济成长率跟台湾的经济成长率，2023年台湾 GDP per capita 超过美国哦，结果我们没有吧？我们因为后来跌下来，韩国要2032，那个时候的预测，然后伊索比亚要4000年，所以你就知道要追上来不容易，但是。美国现在看到大陆，真的会觉得说，这个是前有大江后有追兵了，真的是担心了，所以才有这么多措施。但是你又把它讲的好像很不值得一去谈它，结果它经济要挑战你，我觉得这个美国有点矛盾了，在这一方。如果它真的这么差的话，你也不用用这么多经济措施去限制它了嘛。它如果定时炸弹爆了，对你最有利嘛。是，谢谢喽。